哟，这不是护国公府的狄小姐吗？怎么，饿到要跟这沟里的畜生抢食了？真是门当户对呀！若能重来一次，我绝不要再这样活。我还活着，小姐。小姐，您脸色好差，可是吓着了，手怎么这么凉？3天，还有3天，就是苏家满门倾覆之日。这一世，我不能再等着别人来救。快去叫方伯。现在，立刻，别问，快去。小姐，这么晚了，您叫老奴过来，是出了什么事？去库房。将府中所有金银地器、古董绸缎，3日内全部换成粮草、药材和铁器。小姐，万万不可！府中田契商铺皆是公爷与将士们浴血拼杀换来的基业，怎能如此轻易变卖？全部！若无这些产业支撑，苏家军的抚恤和军备从何而来？公爷若知晓，定会雷霆震怒，1两银子都不留。小姐。使不得，老奴担不起这个罪呀。父亲那里，我自会分说。祖宗基业，公爷心血，岂能如此儿戏？老奴宁死也不敢从命。方伯，你在苏家30年，账目一向做得很好。老奴不敢有半分疏漏，每一笔都对得起公爷的信任。3年前，西陵大营清剿叛族，有个叫王顺的百夫长，因公爷的严令被处决。我说的可对？小姐，公府账目您不该看的。我看的不是账，是人心。神都城南柳叶巷17号，王顺的遗孀带着一个5岁的孩子，你每月初3都会派人送去10两银子，一袋米。此事若被高霜那些人知道，你就是徇私乱纪，我父亲就是治下不严。苏家等不到3天后，现在就得倒。老奴有罪。你没有罪，你的中印用错了地方。照我说的，不仅能保住你，更能庇护所有像王顺家属一样为苏家流血牺牲而破碎的家庭。老奴明白了，从今往后，老奴为小姐之命是从。小姐，这些都是公爷和将士们拿命换来的荣耀，真的都要荣耀？3天后，这些荣耀都会变成一条条催命的罪名。催命的罪名，老奴不解。这把刀是与敌不清，那件国主御赐的紫金铠是私藏过锋，意图不轨，欲加之罪，何患无辞？3天后大祸临头，这些东西换不来1粒米，只会把我们全家送上绝路。我见过我母亲昔日的护国公夫人，在天牢里被人扯下头上最后一只凤头钗，只为换一个发霉的馒头。所以这些东西，我一件都不想再看见。小姐，你下令吧。方伯，天亮之前，我要神都所有钱庄、当铺、米行的掌柜都出现在我们府门前。老奴遵命。起来吧，召集商人只是第一步，将我们名下所有的云仙楼酒庄，以及城腰所有水浇田，全部换掉。小姐，这可是公府的命脉啊！每年70%的进项都靠他们。命脉将断，需另寻生路，换成西渠边境线上所有废弃的烽火台以及周边的沙地。烽火台、沙地，小姐，那地方传闻闹鬼，寸草不生，换来何用？此举无异于自断臂膀。我们的动作太大，必须有人替我们遮掩。这是城南温泉别院的地契，想办法送到大司徒高松手上。高松，他与公爷在军制改则上一向不合，我们正为不和才要送他。这是偿还旧债，再附上一封匿名信，就说他家宅中会有不速之客，需清静3日方得安宁。这是在威胁大司徒。我不是在威胁他，我只是要他为了到手的肥肉闭上嘴，关上门，3天之内听不见也看不见神都的任何风吹草动。决策已定，现在只谈执行。联络恒通云号，他们看，直接给他们看成色最好的金币，
联络八方寄卖行，他们胆小，从后门城南的丰年粮铺直接谈粮食采买。记住，所有人分开请，走侧门。天亮前我要见到他们。是，老奴这就去办。小姐，按照您的吩咐，神都内城最旺的几处绸缎庄、酒楼都换了，换来的就是这些。小姐，祖业换荒土，功夫百年生育。方伯，神都再繁华也不是我们的家，根要扎在自己的土里。现在看是亏，以后你就知道，这些地才是我们真正的生路。苏小姐，幸会，我是钱万金。您要的急，我把恒通银行和八方寄卖行的人都带来了。钱万金，废话不多说，我府上所有能变卖的东西，你估个价。小姐爽快，只是这么大的量，又是急出，价格上我不要高价。那小姐的意思是？我不要金银，一样东西都不要。风干肉、高强度硬饼、金疮药，还有提炼好的铁锭。小姐，您要的这批铁锭数量可不少，足够打造上百副甲胄了。这可不是寻常人家囤货过冬的手笔。钱万金，你只管说，办不办得到？办得到，只是小姐图什么？我要活下去。明白了，天亮之前，所有物资的兑换训制和提货官体都会送到您手上。小姐，都办妥了，这是各大商号的兑换信物，还有盐铁专营的提货官器。清代端销子金水来。小姐，您别吓我，这个快去。会了。小姐，万万不可，这是我们最后的。留着他们，才是死路一条。方伯，该你。小姐，这可是苏家几代人用命换来的基业，就这么没了。方伯，我问你，若公府有难，宝源钱庄是帮我们，还是帮国主？四海粮号的东家是认我苏家的信物，还是认大印的王令？王令之下，商号亦为鱼肉。这些兑券粮引留着，只会成为他们指认我们家财万贯、意图不轨的罪证。那我们换来的那些物资，所以食物必须马上转移。老奴这就安排人手，全部运回府库。不，1粒米、1寸铁都不能进护国姑府。你立刻带上最可靠的人，去各大商号提货，分批悄悄地运往神都城外的落霞渡，藏进那里废弃的漕运货重。落霞渡那里动静要小，人要绝对可靠。天亮之前必须办妥。是，老奴遵命。闹出这么大动静，不知公爷何时才能知晓？若是公爷知道了，他已经在路上了。这场家里的账，终究要他来亲自收场。小姐，不好了！公爷他连夜从西军大营赶回来了，人已经到府门外了。来得正好。去，为公爷炖一盅雪梨安神汤来。小姐，这个时候去。孽障，你可知罪？女儿恭迎父亲回府。父亲星夜兼程，假不离身，莫非是西兵军务有变？休要在此妖言惑众，转移话题。我只问你，我苏家的军法还治不了你一个女娃的败家之罪吗？父亲，家产事小，家门事大，那些财物留不住了。胡说！我苏家世代忠良，镇守西区，谁敢动我？明天之后，我苏家满门皆要被押入天牢。天牢？我看你是真的疯了！神都的风向要变了，父亲现在最该做的是与靖王慕容杰立刻划清界限。住口！靖王乃国之栋梁，与我一起相投，岂容你在此构陷非议？你究竟从何处听来的这些无稽之谈？
女儿不敢构陷，只是我做了一个无比真实的噩梦。我梦见公府被抄，血流成河，梦见母亲在天牢里咳着血，换不到一碗热汤。我还梦见第一个站出来指认您通敌叛国的，就是您最信任的靖王。荒唐！就凭一个梦，你就敢掏空我护国公府的妖敌？梦境或许虚无，但有些东西却是真的。比如父亲书房里那本西追兵器谱的夹层中藏着的那份与靖王歃血为盟的血誓歌约。女儿并非妖言惑众，只是比父亲更早一步看到了苏家的万丈深渊。公爷，婉宁，这是怎么了？婉宁，你的手怎么这样凉？可是身子不适。母亲，我没事。你还护着他？他何止是掏空家底，他是要将我苏家几代人镇守西域的忠名付之一炬。公爷，有话好好说，婉宁不是不知轻重的孩子。父亲，母亲，请父亲给女儿3天时间。3天？3天之内，女儿愿以项上人头作保。若我错了，苏家有难，我自刎于宗祠之前，以谢列祖列宗。你疯了，婉宁！公爷，您别听他的胡话。若我对了，苏家上下便能得一条生路。你拿什么跟我赌？我拿靖王慕容杰的野心，尹王后的算计，还有国主慕容印的多疑来赌。我拿大司徒高松的贪婪，钱万金的商路，方伯和陈猛的忠心来赌。赌我们苏家不会坐以待毙。小姐，您吩咐的冰糖雪梨羹好了。清代，把羹汤端过来。都这个时候了，你还吃得下？父亲，我以前就是吃不下，也吃不到，才明白能吃饱有多重要。您可以不信我，但这3天您必须装病。装病？我一生戎马，何曾做过这等缩头乌龟之事？对，病得越重越好。靖王派人来问，您就说下不了床。王宫若有诏，您也不去。父亲，视若于敌，避其锋芒，是为了活下来。活下来比一时的颜面重要。你就信婉宁一次吧，这孩子不是在胡闹啊。好，我就给你3天。3天之后，若苏家安然无事，公府家法，你自己去领。婉宁，跟娘来。婉宁，你告诉娘，你是不是受了什么刺激？你别吓娘，你到底怎么了？娘，我只是做了一个很长、很真实的梦，在那个梦里，我失去你了。婉宁，你刚才说什么胡话？什么叫在梦里失去了娘？我梦见3天之后，靖王慕容卓与尹王后联手构陷，大司徒高松罗织罪名，国主慕容印会下一道王令到公府。不可能，罪名是什么？你父亲一生忠良，谁能构陷他？勾结荒人部落，荒唐！你父亲一生都在西军抵御荒人，这是天下皆知的事，这是污蔑。我去叫大夫，你一定是病了，说胡话了。娘，我也希望是假的，可我亲眼看见了。我看见秦烈将军带着禁军冲进我们家，把库房搬空，方伯和陈猛他们所有忠于苏家的人全都被捆走，我们一家都被关进了天牢。别说了，婉宁，别说这些不吉利的话，会招来横祸的。若今日不说，我们连着火的机会都没有了。娘，因为这一次，我不能再让你什么都不知道的离开我。天牢的石墙永远是湿的，寒气从骨头缝里往里钻。您的救急犯了，咳得越来越厉害。我看着您一天天虚弱下去，没有药，一身干霜的衣服都换不上。最后安慰我，婉宁，我的宁儿，我的孩子，你受苦了。娘信你，说吧，要娘做什么，娘都听你的。婉宁，别怕，说吧，要娘做什么，娘都听你的。娘，我不想再失去你们了。娘知道你受了惊吓，但这等灭门之祸，
会不会是你忧思过度的眼症？娘，这不是梦，因为我知道，您庄殿最深处那个从不示人的楠木金卡，里面并非经文，而是一只雕刻着连理枝的白玉簪。外祖父临终前交代，若柳家或苏家有灭顶之灾，可持此簪去城南一品茶居寻官博。对的暗号是故人安否。我的天，婉宁，这里是娘所有的提醒，不入公府的账，你拿去，都拿去。娘，您不怕我？怕，娘现在只怕再也见不到你。你要买粮，娘给你银子；你要买地，娘给你印信；你要救这个家，娘陪你。好，我们一家人，要活就一起活。小姐，神都内城的高丽水田和产业已尽数置换为城郊西山的离地，所有粮食也已分批运出，藏入了落霞渡的暗窖。很好，方伯，打开它。小姐，这公府的账上早已……难道是夫人她？用来买命的钱，永远不嫌多。老奴明白了，请小姐吩咐。这是为父亲祈福，向城外慈恩寺捐赠的功德名录，你按此采买，务必分头去办，不可引人注目。捐赠寺庙，为何要如此大量的盐和铁料？方伯，你看这铁料二字，寺庙修缮是假，我苏家要立足，须有伐木为屋，垦荒为田，育肥可防身之气。小姐，老奴明白了。等等，给孙儿带的桂花糕，路上小心。小姐，按您的吩咐，第一批物资已送往落霞渡。城里的眼线回报，千万金的商队也已启程，并未引起大司徒高松的注意。钱要赚，命也要留，物资是根基，人才是墙。方伯，取府内护卫名册来，从中挑选50名签过死契、家人在府中的护卫，要心稳、嘴严，能吃苦。标准好定，只是若有人不愿留下，该如何处置？给足银两，放他们走。愿意留下的，从今往后脱去奴籍，擢为家臣。我会亲自将他们的名字录入唯有公爵继承人方可掌管的苏氏家兵录，他们的家人亦将同享苏氏家臣的供养与庇护。小姐，这是天大的恩典，老奴替他们叩谢小姐。不必谢我，真到了那一日，他们会明白，这是彼此救命。小姐，王宫的人，他们推开府门，直接闯进来了。苏小姐可让我们好等啊！不知奸臣大驾光临，有何贵干？王后口谕，宣护国公府嫡小姐苏婉宁即刻入宫觐见，不得有误。知道了，钦点送奸臣。哼，不必了，王后说了，即刻。咱家的马车就在门外候着呢。苏小姐，请吧。容我更衣。小姐，这可怎么办啊？尹王后她定是知道了什么。他坐不住了，想来探我的底。靖王慕容杰怕是也在等消息，怕就对了。用温水化开，敷在我脸上。记住，从现在起，我就是大病未愈，风一吹就要倒的样子。小姐，您这副模样，尹王后若是看出是装的，我要让她觉得我还是从前那个胆小怯懦的苏婉宁，不是装病，是装傻。对，病可以好，但愚钝难医。她越觉得我蠢笨可欺，我们就越安全。赵宁，娘在后门备了马车，你带着这个侍女快走，离开神都越远越好。娘，现在走就是不打自招，
尹王后会立刻下令封城，届时我们谁都走不了。可王宫那是龙潭虎穴，你此去……我此去正是要让他放心，让他相信苏家对他毫无威胁。娘，您听我说完，若有时我未归，您就立刻带上清代去观雪阁，阁楼书案下有机关，通向府外的密道。什么都别带，也别等父亲。记住，第一时间烧了书房所有信件，一份都不能留。娘，信我，我会尽力回来。尹王后，前世你赐我苏家满门覆灭，让我死于天牢的酷寒。今生，我便要你亲眼看着你的权势大厦是如何一寸寸崩塌成冰冷的废墟。起来吧，本宫传你来，不是为了看你这副战战兢兢的样子。臣女失仪，请王后恕罪。小女家心思繁重，偶有奇思也是常情，只是把梦里的话当了真，还闹得何府不安，就是你的不是了。王后教训的是婉宁思虑过深，胡言乱语，才做了那样的荒唐梦。婉宁知错了。知错便好，抬起头来，让本宫瞧瞧。果然，你这孩子脉象虚浮，是气血两亏之兆，心病还需心药医，身子亏了，自然就容易梦魇。气血两亏，臣不必惊慌。你父亲为国操劳，本宫身为王后，也当为你苏家分忧。锦书，奴婢在本宫身边，就属你最善调理药帅。从今日起，你便跟着昭宁回护国公府，专心为他调理身子，直到他气血充满为止。王后，这如何使得？婉宁实在不知如何是好。本宫是看着你长大的，自然疼你。这既是恩赏，也是命令，你安心受着便是。臣女谢王后厚爱。回府再说。小姐，您在宫里那番作态，真是为了让尹王后不起疑心？一场戏罢了，她不安心，我们谁都别想安生。可多带了这么个人回来，万一……清代没有万一，尝过满门覆灭的滋味，就再没有输的余地。这一局只能赢。一路劳顿，怠慢锦书姑娘了。早就听闻姑娘是王后身边最得力的长侍，一手宫绣技艺更是冠绝神都。今日得见，真是三生有幸。小姐谬赞，奴婢愧敢当。哎，什么奴婢不奴婢的？王后将你赐下，便是我们护国公府的贵客。不瞒姑娘，我正有一事烦心。家母近来忧心忡忡，只因不日便是王室宗亲太夫人的寿辰，家母须得备上一份拿得出手的寿礼。可府里的绣娘手艺平平，实在难登大雅之堂。我方才就在想，若能请动锦书姑娘这样的大家出手，为家娘分忧，主理这份寿礼，那真是解了我们全府的燃眉之急。此事若成，莫说家母，便是我父亲也定会感念姑娘的恩情。小姐抬爱，既是为夫人分忧，奴婢自当尽力。太好了，我就知道姑娘是深明大义之人，此事重大，须得亲近之所。稍后我便让母亲在她的静思院里为你备好最好的绣房和丝线，全凭小姐安排。婉宁，你可算回来了。娘，我没事。这位是王后派来关照我们的人。锦书姑娘，我已与母亲商议，为王氏宗亲太夫人准备寿礼一事，便全拜托你了。姑娘既有这份巧意，何该担此重任？府内的静思院最是清静，我已命人备好最好的绣房，从今日起，你便安心刺绣吧。苏安，带锦书姑娘去静思院，传我的话，寿礼完成之前，任何人不得擅入打扰，所需顶级丝线锦带，100日之内不得短缺。是夫人。小姐，静思院本就是陈猛护卫大人日夜看守，现在更是铁桶一般，他休想传出半个字去。尹王后送来一只会探听的雀儿，我自然要给他备一个隔绝生息的金丝笼。
小姐，如何？按您的吩咐，所有仓流据点均已复核完毕，足够3000人食用1年的粟米和肉干，能应对西区瘴气的特种草药，大量的未加工铁矿石与焦炭，以及制作火药的关键原料，无一疏漏。所有工匠也已分批进驻各处据点，随时可以开工。万事俱备，慕容杰、尹王后，你们的死期到了。最后一件事，府兵护卫呢？回小姐，50名最可靠的府兵护卫，皆是上过战场过血的精锐，其家眷已按轮数之名速安置于城外庄园，万无一失。只是还有一桩棘手事。神都百珍楼的掌柜钱万金，他看出我们急于出手那批名家玉器，故意压价，还扬言，若我们不从，他便去大司徒高校那里告发我府私下变卖御赐之物，意图不轨。这个奸商，小姐，我们去报官，告他敲诈。不可，青寨姑娘，一旦对簿公堂，我们转移家产之事便会彻底暴露，那可是欺君之罪。他出价几何？1成。卖给他。小姐，万万不可啊！那批玉器价值连城，1成价，这是明抢。是啊，小姐，不能便宜了那个恶人。让他吃，他现在吃的有多还，将来就得怎么给我吐出来。方伯不但要卖，还要再送他一件东西。还要送？小姐，老奴实在不明白，那钱万云分明是趁火打劫，我们为何还要……把库里那尊他3番5次求购不得的前朝血玉麒麟一并送去，告诉他这是我护国公府给他的封口礼，要让他觉得我们是真的怕了。小姐，这是在践踏我们苏家的尊严。尊严？方伯，死人没有尊严。这件事，公府的护卫不能出面，你亲自去办。小姐，这是去一趟城南的黑水巷。黑水巷？小姐，那地方藏污纳垢，是神都的法外之地，我们公府的人正因如此才方便办事，把信和鱼符交给一个可靠的人。可靠的人？小姐，您怎么会认识这种地方的人？他欠我苏家一条命，现在是还债的时候。把信和鱼符交给他，他知道该怎么做。小姐是想让他……方伯，我不管他用什么法子，天亮之后，我不想在神都城里再听到钱万金这3个字。老奴遵命。小姐，您的手好凉。清代，你觉得是做些脏事可怕，还是眼睁睁看着娘着和父亲死在冰冷的天牢里更可怕？奴婢明白了，奴婢会一直跟着小姐，无论您做什么。那就活着跟。奴婢一定活着。你竟敢背着我去见尹氏那个毒妇！父亲，您回来了。我若不回来，你是不是就要把整个护国公府都卖给尹氏了？我见了他。好，你还敢承认？他跟你说了什么？还是你跟他说了什么？他问我是不是做了噩梦，我告诉他，我梦见公府满门因私通荒人之罪被判灭族。此等自毁城墙之举，你是何居心？你是要将我苏家满门推上绝路吗？父亲觉得，一个聪明的苏家嫡女和一个被噩梦吓傻的苏家嫡，哪一个更能让尹王后睡得安慰？只有让他相信我胆小愚蠢，他才会放松警惕。那他派来的眼线呢？那个叫锦书的，你别以为我不知道。父亲放心，我已经将他请到母亲的静思院了。静思院？母亲吃斋念佛，身边侍奉之人不得随意出入。那静思院就是一座最体面的牢笼。靖王是慕容杰，他竟敢！父亲，我待他如亲子，他竟要置我苏家于死地！我今日便去靖王府要他一个说法！站住！放肆！我执掌帅印数10余，何时轮到你来对我发号施令？父亲现在去，就是自投罗网，是去送死！
放肆！我执掌帅印数十载，何时轮到你来对我发号施令？父亲现在去，是去问他为何背信弃义，还是问他打算何时把您的头颅献给国主？尹王后今日召我，就是试探，他们已经准备动手了。您现在找上门，正好给他们递刀。那你说，我该怎么办？等。等？对，从现在开始，父亲旧伤复发，不良于行，护国公府闭门谢客，任何人来探望，一概不见。我苏镇汪镇守西冲半生，铁骨铮铮，岂能学那宵小之辈装病偷生？活着比体面重要，若连命都没了，还要赫赫威名做墓志铭吗？我不信，我不信他会做到这个地步。清代，把我准备好的东西拿来。这是西林军阵法卷轴，你从哪里来的？父亲不用管我从哪里来，您只要知道，晋王慕容月手里也有一份一模一样的。不可能！他已经派人送去了荒人部落。他竟敢拿我苏家数万将士的命，去铺他的谋逆路！宁儿，你说我们下一步怎么做？宁儿，你说我们下一步怎么做？父亲，您要明白，晋王慕容杰要的不是我们苏家的支持，他要的是我们苏家300颗人头，去铺平他通往大司马帅位的路。我们是他的替罪羊。替罪羊？好一个替罪羊！我现在就带亲兵去靖王府清理门户，这个逆贼！站住！让开！父亲现在冲进去，不等靖王动手，我们就自己坐实了拥兵谋逆的罪名。您是想让苏家今夜就覆灭吗？那就任他陷害。不是任他陷害，是让他自己跳进我们挖好的坑里。父亲，现在有2件事必须立刻去做。你说。第一，立刻写一封密信给您最信任的副将张毅，命他率苏家军3000精锐，秘密撤往烟霞关虎首，保存火种。没有我的将印，不得出关。第二，您要亲手再为靖王画一份西崔军针法卷轴。假的？对，把龙门关的生门改成死门，把粮草补给点标到鹰舍潭的沼泽里，把所有能害死我们苏家军的东西都清清楚楚地画上去。你要让他们搜出来。他既然想要铁证，我们就给他一份能让他和他的荒人盟友万劫不复的铁证。婉宁，你告诉为父，这一切你究竟是如何得知的？这绝非一个梦能够解释。因为女儿已经亲眼见过他带来的结局了。我看见护国公府被污蔑勾结荒人满门下狱，我看见您被削去爵位，锁上铁链，在天牢里一遍遍嘶吼自己忠于大英，直至咽下最后一口气。我看见娘亲兵恶交加，倒在发霉的草席上，再也没能起来。我看见苏家317口尽数屈辱惨死。我的宁儿，苦了你了。之前你说调兵需要你的将印，那是为父给你的历练，但从今日起，这枚帅印才是你真正的权柄。见印如见我，苏家上下全听你号令。小姐，府中所有苏家军旧部亲务尽数在此，听候号令。诸位，公府大祸临头，生死只在旦夕。今日我持帅印而来，不是要你们选择，而是要问你们一句话：还记不记得苏家军的军魂是什么？留下来，九死一生。小姐，5年前鹰啸区血战，我等300弟兄被3000荒人围困，是公爷亲率100骑凿穿敌阵，将我等从死人堆里拖了出来。是公爷给的，这身荣耀是苏家军给的。如今公府有难，我等若有半分退缩，有何面目再称苏家军？
西风营陈猛，愿为小姐死战。愿为小姐死战，刀山火海，誓死追随。都起来吧。你们的忠勇，苏家收下了，但从今往后，你们不再是公府的护卫，你们是我苏家东山再起的第一批功臣。只要我们能渡过此劫，你们每个人都将获得西丘封地的份地与宅邸凭证。小姐，我等贱命一条，只求报公爷活命之恩。份地，我等不敢奢求。这不是奢求，是你们应得的。你们的家人，公府养，你们的功劳，我苏婉清亲自用这帅印为你们记。我苏婉清以帅印为证，说到做到。同生共死，护苏为宁。同生共死，护苏为宁。今夜子时起，你们分批撤离神都，前往落霞渡。我已将公府所有的粮食、药材、盐铁尽数转移到此。那不是货物，那是我们苏家最后的根，是我们的命。属下明白，我等誓死守卫落霞渡。还有最后一道帅令，无论神都发生什么，哪怕护国公府腐毁人亡，你们所有人都不得回原。小姐，我等的职责是护您周全，若你有难，我等岂能苟活？陈猛，一个将军的意义在于胜利，而非无谓的牺牲。你们是苏家的火种，火种不灭，苏家就在。我若身死，你们更要守住落霞渡，为我，为公府，为所有枉死的苏家人报仇。属下领命。小姐，人都走了，这府里你们在，苏家的根就在外面。他们若回来陪我们死，我之前做的一切就都白费了。可小姐您，都起来。小姐，您真的和以前不一样了。从地狱里爬回来的人，才最懂得什么值得用命去换。给张毅的密信，还有伪造的阵法卷轴都在里面。辛苦父亲了。就放在先王御赐那把剑的剑台下面。对，他觊觎那把剑多年，也见过父亲您开启机关，没有比那里更合适的地方。没想到他只是我苏家为他登顶王座的垫脚之石。所以父亲，从今往后，苏家的荣辱存亡，只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再不托于外人之手。我记住了，从今往后。公爷，他们闯！父亲，站住！贼子欺人太甚，竟敢强闯我护国公府！他们要的就是您现在冲出去。府门未破，我们还有时间。陈猛，带人顶住府门，在我下令之前，任何人不得出出。是，小姐。方伯，钱万金那边如何了？已按小姐的吩咐办妥。鬼手张七拿到了他私通荒人部落的罪证，老奴以此要挟他，已交出所有与我苏家往来的账本。携家财远遁，永不敢再回神都。很好，那你也该走了。小姐，这个时候老奴怎能离开？老奴要留下保护您和公爷。您留下是陪我们赴死。这是苏家所有外部产业的资产交接总册，还有苏氏私印，上面所有的案记、祭典、人手，除了我，只有您一人识得。您出去是为苏家执掌另一半命脉，为我们留一条活路。苏家的未来在您手上，这比您留下拼命更重要。老奴明白了。老奴在外面恭候小姐归来，亲手取回此印。去吧，从东角连接狂城河的排水暗沟走，现在就走。婉宁，这到底是怎么了？外面……娘，别怕，一切都在计划之中。父亲已经想明白了，不是吗？婉宁，这靖王的人，他们怎么会？夫人小姐，是内侍府的赵检佐，他已经进来了。府邸抽信，
好一招黄雀在后。婉宁，这可怎么办？你父亲他……娘，来不及多想了，听我说，从现在起，您忘了自己是镇守西军、万民敬仰的护国公夫人，您只是一个男人快要死了、天都要塌了的无助女人。无助的女人？对，他要讲理，您就讲情；他要讲规矩，您就讲命，让他觉得跟您说不通。这苏家上下已经乱了套，没人能做主了。娘，懂了。本官见过护国公夫人，见过苏小姐。奸臣大人深夜到访，有失远迎。无妨，我家靖王听闻公爷病重，心中甚是担忧，特命本官前来探望。不知公爷现在何处？夫人，本官只是奉命行事，还请行个方便。监职大人，不是妾身不通情理，实在是公爷他……公爷如何了？军医刚给公爷用了虎狼之药，正在发汗驱毒，千叮万嘱，此刻绝不能见风，更不能受半点惊扰。哼，夫人多虑了，本官只是进去看一眼，确认公爷安好，也好回去向靖王复命，绝不惊扰。监丞大人，求求您了，就当是可怜我们孤儿寡母，给我们一条活路吧。夫人，请自重。你们是要逼死他？你们这些杀人不见血的刽子手！公爷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也不活了。护国公夫人，本官敬您是国之栋梁的家眷，但您若再这般胡搅蛮缠，休怪本官无礼了。来人，将夫人请开。谁敢上前，就先给我受尸！娘，您这是做什么？快把簪子放下，父亲还病着，您可不能再出事啊！奸臣大人息怒，家母因父亲病重，忧思过甚，已有些神志不清了。您大人有大量，何必与一个伤心过度的妇人计较？若真惊扰了发父，病情加重，我们苏家担当不起，您恐怕也难向靖王交代啊。既然护国公夫人以死相逼，本官今日便给公府这个体面。多谢奸臣大人体谅。苏小姐，靖王听闻你近来聪慧过人，特意嘱咐本官代他向你问安。有劳奸臣挂心，也请代婉宁向靖王问安。家父病重，如今苏家上下由婉宁做主。好一个由你做主！靖王还说苏小姐才智过人，只是锋芒过于外露，当心过会一折。昭宁，娘刚才没有露破绽吧？没有，娘做得很好，您辛苦了。那就好，那就好，那就好。小姐，方伯，该出发了。小姐，老奴这就去落霞渡，此去必与那批物资共存亡，绝不负小姐所托。方伯，你的忠诚不该是与死物共存亡，我要你活着。苏家的基业要靠活人来守，只有你活着，才能应对万变，守住苏家的根。这是命令。老奴领命。小姐，方伯他真的能平安到落霞渡吗？能。那我们呢？外面一点动静都没有，我心里好慌。我们也会平安。可是我听说他们要把我们送去幽都监，那里不是人待的地方，进去的人魂都会被磨没了。别动，别动。是他们来了吗？青乃，记住，这一次我们不是被押进幽都监，是自己走进去。小姐，你们说什么？只有我们进去了，靖王和尹王后才会以为苏家彻底死，再无翻身之路。然后呢？奉国主王令，开护国公府。3枚续命金丹，果然只换来了3天安宁，但够了。3天之期已到，靖王、尹王后，我为你们准备的大戏开场了。
这一次，我们不是被押进幽都监，是自己走进去。公爷，我没事。国主王令，护国公苏振威接令。护国公苏振威罔顾国恩，久蓄异心。经查，其暗中勾结西崔荒人部落，出卖燕峡关军情，罪证确凿，天地不容。念其曾有战功，暂缓处决。若即刻将苏家满门收监幽都监，听候发落。所有家产尽数查抄，冲入国库。好一个罪证确凿！公爷，苏振王镇守西威30载，我苏家儿郎为这大庸流尽了血，尸骨埋于荒漠，何来谋逆？何来勾结荒人？公爷，王令在此，您是想抗命不成？你们这是构陷忠良，国主他……哼，公爷还是留着力气去幽都监喊冤吧。查抄，一个铜板都不能放过。方伯此刻应已抵达落霞渡，苏家的根基已保全，接下来就看他们如何掉进我设下的陷阱了。别在这些破烂上浪费时间，去承恩阁。承恩阁，那是历代国主赏赐之地，你们敢？将军，讲，阁内空的，所有地契、贡品、金蛋全都不见了，只剩下些空盒子。小姐，苏小姐，别装了，你最近在神都的动作真有人知道吗？说，东西在哪儿？将军明鉴，家父一心为国，眼看西溃荒人蠢蠢欲动，便将历年积蓄都换了军资，送去燕杀关了。臣女不知这也有罪。好一个忠心为国！既然苏小姐嘴这么硬，幽都监那种地方怕是问不出什么。不如先把你送到大司徒府的静心院坐坐，听说那里的手段能让石头都开口说话。怎么，苏小姐怕了？现在说出财宝下落，本将军或许可以让你免受大司徒府的款待。秦烈，你敢动我女儿一个汗毛，我苏家军定将你碎尸万段！苏家军，公爷，你自身都难保了。将军，又怎么了？将军，在公爷书房的暗格里搜到与雪氏公约，还有一张西区军防图。拿来。入瓮了。好，真是天助我也！护国公，这就是你说的忠心耿耿，暗中勾结靖王，私会西雷军防图。如今物证在此，你还有何话可说？你血口喷人，这是栽赃！我家公爷病体陈赫，如何做得出这等事？你们这是构陷，是构陷啊！苏小姐，你似乎一点都不意外。将军，我不是怕死，我只怕我苏家世代镇守西晕的赫赫忠魂，今日要被这纸荒唐言玷污得一干二净。哼，倒是伶牙俐齿。放心，到了幽都监，你们一家人有的是时间慢慢说。来人，将苏家满门全部押入天牢。青蛋，这一次我们是自己走进去的。将军，府库、账房、宝器阁全都查过了，除了日常用度，所有金银珠宝、地契文书全空了。跑了！好一个护国公，这是早就料到了。哼，就算你把家搬空，这勾结靖王、私通荒人的谋逆罪证在此，我看你如何翻身！娘，别怕，一切都在计划中。爹，从现在起，您就是个油尽灯枯的将死之人。磨蹭什么？一个并走，直接抬上车，出发，押往天牢。这就是护国公府。娘，他们是坏人吗？听说要谋反，真是胆大包天，活该！闭嘴！没有苏家公爷3代人镇着西渊，你这铺子早被荒人抢光了。可王令都下了，功劳再大又有何用？
何事？启禀大王，臣奉王令查抄护国公府，于苏振威书房暗阁内搜获其与西推荒人私通的血誓盟约，以及一份我大运西推防线的阵法卷轴。呈上来。搜到以后，可有他人看过？回大王，臣从护国公府搜到后，便以火印封存，绝无第三人看过。好一个兄友弟恭，好一方宗室表率。苏振威呢？已按王令押入天牢。他可认罪？不曾，只说是有人栽赃陷害。哼，栽赃？这世上谁又不是一肚子冤屈呢？传寡人旨意，奴才在。即刻宣靖王慕容杰入殿。大王，现在，尹王后慕容杰，这已经不是第一次都当寡人老眼昏花，短短3天就想扳倒寡人的护国公府，连苏家那老管家方伯都逃去了落霞渡，以为这样就能保住根基，天真！一场谋逆大案，竟想让寡人最锋利的刀去当替罪羊，真是好算计。启禀大王，靖王殿下到了。你退下吧。儿臣参见父王。父王深夜传召，可是那苏家逆案已有了定论。看看这个。父王，这是诬陷，是苏家，是苏家知道自己罪无可释，故意伪造此物，想要拖儿臣下水啊！诬陷。去年秋，你与安阳侯在醉仙楼私下会议，许诺他事成之后，便让他执掌金吾卫。寡人可有说错？3个月前，你借巡查之名，将你的3名亲信安插入西区军主，替换了苏振威的2名百夫长，这也是苏家逼你的。还有，你以为你暗中与荒人使者在落霞渡的会会，当真神不知鬼不觉？寡人不是不知晓你的这些小动作，寡人只是想看看你的野心究竟能到哪一步。大王，儿臣所做的一切，都只是想为您分忧啊！分忧？拿我大运的基业做赌注，就是你的分忧？是大司徒高松，他一直忌惮我宗室势大，想借苏家之势削弱我们，这一切都是他的阴谋，是他陷害我。事到如今，你还想攀咬别人？大王，儿臣冤枉，儿臣真的冤枉啊！来人！大王，传寡人王令，废除慕容杰靖王之爵位，收回靖王府邸。不，大王！终生圈禁于城西旧宅，无寡人王令，永世不得踏出半步。你不能这样对我，我是你的亲侄儿。是苏婉宁，是苏家害我，慕容印，你会后悔的，你一定会后悔的。韩雍，臣在。天牢那边暂时别动苏家。大王的意思是，苏家构陷靖王有功，不加封赏，反而功？苏振威这只猛虎，寡人已亲手关进了笼子，寡人倒要看看西区那些豺狼敢不敢伸出爪子来碰一碰。这盘棋就不只是苏家和慕容杰的棋了。我苏家3代忠良，为大运镇守国门，换来的就是这阶下之囚的下场。公爷，我们的孩儿！吃饭了。
娘，吃。赵宁，娘吃不下。吃不下也要吃。娘不饿。娘，您忘了活活饿死的滋味了吗？前世您就是这样倒下的，这一世您必须活下去。小姐，您在说什么胡话？别哭，现在哭没用。婉宁，看着我，这一切是不是都在你的算计之内？是。你再说一遍，这一切都在你的算计之内。是，我们入天牢是计划的第一步。我们已是阶下囚，还有什么计划？等。小姐，我们等什么？等晋王慕容甲倒台，等西京生乱，最后等国主慕容义亲自来请父亲出山。请我？婉宁，我如今是戴罪之身，他凭什么来请我？凭着西京，只有父亲守得住。晋王构陷我们，为的就是西京兵权。可他的人连荒人部落有几个分支，信奉哪个神都分不清，如何守得住烟霞关？一旦荒人部落趁虚而入，边境大乱，国主除了我们别无选择。小姐，您怎么会知道这么多？简直像亲眼见过一样。我不是算计到的，我是死过一次。死！我的儿，你让娘看看你伤在哪儿了，你别吓娘啊！娘，我没事，但我记得前世的每一天，我记得您是怎么在这天牢里病饿而死，也记得父亲。女儿亲眼看见您的破路枪被慕容杰踩在脚下，他说苏家的忠诚一文不值。慕容杰，敢问里面可是护国公苏家公爷？你是何人？公爷，烟霞关的老兵卢三，奉故人之托前来探望。卢三，我不认识你。小的曾在苏家军中服役。这个手势，你是？公爷，小的卢三。5年前烟霞关外荒人袭扰后，小的作为新兵断水断粮，是您巡营时将自己的水囊给了我。那半囊水，我记起来了，原来是你！快起来！公爷，这是小的托人弄来的西晕烈酒和风干肉，您和夫人、小姐还有这位小侍女，快吃点东西去寒气。好孩子，你有心了。多谢。外面的消息如何？小姐是问靖王的事儿。咱们府被抄的当晚，国主就下令，以治下不严、识人不明为由，夺了靖王协理禁军事务的差事，命其在王府闭门思过，无诏不得出。小姐，您说的竟然一字不差，靖王他真的倒了。这只是开始。有人来了，小的必须走了。公爷、小姐，各位保重。婉宁，你说的只是开始，是什么意思？扳倒一个慕容杰，不过是拔掉了一颗棋子。只要我们还在天牢一日，护国公府就依然是砧板上的肉。那我们怎么办？等。我们还要等什么？等国主慕容义开恩吗？不，等西熏乱起来。西律，那里不是一直很安稳吗？安稳只是假象。荒人部落逐水土而居，秋末冬初，他们的粮草必然告急。算算时日，也该南下了。你到底还布了多少后手？扳倒靖王，引动西域，这已足够让整个神都天翻地覆。他们想要我们苏家的命，我不过是将那些人刺向苏家的剑原封不动的奉还罢了。都关好，快关好牢门！怎么了？出什么事了？是不是黄人打过来了？要打仗了！都给老子滚回去！再吵就没饭吃了！公爷，西兵急报，烟霞关被破了，3万守军全没了，黄人铁骑已经入关了。
再说一遍，西渊到底怎么了？公爷，是真的，西驴30万荒人游骑，趁着沙暴和夜色掩护，撕开了烟霞关防线，前锋已经连下3座宝钗，关口的王烟都没来得及点燃。夫人，小姐！不可能，烟霞关是我亲手督造，固若金汤。张毅是我一手带出来的兵，沉稳多谋。他麾下5万西平锐士粮草充足，怎么可能一夜之间就被突破？小的不知啊，神都传疯了，说荒人部落这次如有神助，像完全知道我们的军防部署一样，他们专挑我们换防的间隙和防御最薄弱的地方打，一打一个准儿。逃回来的赤维说，他们太精准了。是那张图。父亲，他们是照着我们留在护国公府，让秦烈将军搜走的那份西居军防图打。可那是假的，你只用了3天时间，就为了画那张假图。所以他们看似赢了，其实是在走向死路。走向死路。婉宁，你的局竟连西归的荒人部落那群豺狼也算进去了。卢大哥，接下来的话，出了这间牢房，一个字都不要说。小的明白。不是算，是他们自己贪。晋王慕容交于尹王后，想借荒人之手，坐实我苏家通敌的死罪。荒人部落想借这张军防图长驱直入，吞下我大殷的西群务土。而那位高高在上的国主慕容印，想借此事一劳永逸地除掉功高震主的护国公府。既然他们都想要，我就给他们一个机会，让他们一起拿。昭宁，你这是在与虎谋皮。娘，别怕，最难熬的时候很快就过去了。那张毅呢？我苏家军的主力何在？我送出府的信就是给张毅副将的，他收到信后早已率领主力退守到了真正的伏击点。伏击点是营销计，还有龙门关。荒人以为撕开烟霞关就是坦途，可他们不知道，那后面不是生路，是我为他们准备的死路。他们进得越深，这口袋收得越紧。好一个口袋阵！父亲，西军不是败了，是开局了。大王，西群急报，荒人部落连破我西群3关，兵锋已至烟霞关腹地。众臣都在殿外候着，请大王早做决断。决断？此等局面，让孤如何决断？护国姑苏振威在天牢，晋王慕容杰被圈禁，西睢军心已乱，谁能为孤分忧？大王，西律的溃败处处透着诡异，荒人部落仿佛在我们自己的沙盘上推演过一般，他们走的每一步都精准避开了所有岗哨和陷阱，对每一条小路都了如指掌，这太不合常理了。了如指掌。秦烈，当初从苏家搜出的那份阵法卷轴，是你亲手查抄的？回大王，正是臣。臣从护国公府搜到后，便以火印封锁，绝无第3人看过。来人，将苏家谋逆案的证物那份阵法卷轴取来，再派人去冰虚阁提取王国存档的西睢阵法总卷。大王，假的。什么？这里标的是灵脉补解点，可总卷上此处是枯寂岩凿；这里标的是阵法薄弱处，可总卷上这里是苏家军绝杀大阵的阵心。这不是通敌的军防图，这是诱敌深入的死局。好啊，真是孤的好弟弟，好王后。好啊，好一个局中局。慕容杰、尹王后，你们真是孤的好家人，竟敢联手把孤当成棋子，把这大义的江山当成你们的赌注。息怒，眼下西专政万分火急，还请大王保重龙体。息怒，短短3天，孤的护国公府成了逆贼，西威防线形同虚设。这还是孤第一次被自己的至亲算计到如此地步。此计之毒，此算之精。苏振光，好一个护国公！大王，那我们现在去天牢。大王要亲自去。苏家上下如今还是钦定的罪臣，此举与国体与法度皆不合啊！罪臣，
法度是死的，大义的江山是活的。若苏家的局能救西滨100万军民，孤这身王袍又有何放不下？今日，孤不是去见罪臣，是去请能为大运续命的国士。魏忠，奴才在。备王驾。遵命。他娘的又出来，今晚这酒钱都没了。王哥，你这手气还是早点歇着吧。什么动静？大半夜的，难道是换房？不对劲儿，这阵仗太大了。怎么了你？见鬼了啊！别出声！是国主的龙凤王旗，仪仗队把咱们这破门都给围了。疯了吧？前2天刚满门抄进来的苏家，今天国主就亲自来，这是提人还是请神啊？奴才参见护国公、宫夫人、云小姐，奉国主口谕，前番之事皆因国主一时为小人蒙蔽，铸成大错，特命奴才与秦将军迎公爷与家人出狱。一时蒙蔽，我苏家3代忠良，镇守西域，浴血沙场，换来的就是一句轻飘飘的一时蒙蔽。我苏家满身下狱，钟鼓蒙尘，这也是一时蒙蔽能说清的吗？好一个一时蒙蔽，这天大的恩典，我们苏家差点就用满门的性命来领了。公爷，西雷军情如火，荒人铁骑长驱直入，还请公爷以国事为重，即刻出山重掌兵权。国事！魏长史，想让我父亲出山，可以，但我有3个条件。云小姐，请讲。第一，国主亲下王令罪己，颁行天下。王令罪己？对，昭告天下，我苏家无罪，苏振威没有通敌。是国主慕容义误信小人，错判忠良。云姑娘，这关乎国主威仪，系乎国本啊！国主威仪是国本，我苏氏一门的清白就不是国本的一部分。第二，小姐，请讲。构陷苏家的主谋大司徒高松，必须明正真行，以儆效尤。第三，我父亲官复原职，重掌江印后，西区所有军务由他全权决断，国主慕容印不得遥控指挥，干涉军令。放肆！你这是要裂土分疆吗？战场之上，军令反复，害的是3军将士的性命。前世我梦里见过太多次了。这西军的帅印，我父亲接的，也摔的。大王若信我父亲，便交权；若不信，就力请高明。若大王不应呢？那我们苏家就继续住在这天牢里，正好看看西陵的防线能撑几日，荒人的铁蹄能踏到哪里。话带到。小姐，大王他会答应吗？这简直是……他会的。为什么？因为这大印国没有第2个苏振威。护国公，前世是孤错了。短短3天，西崔危局至此，皆因孤识人不明，错判忠良，致使苏家蒙冤，国之著属蒙尘。这并非孤第一次被小人蒙蔽，但此错之大，足以动摇国本。孤有愧于苏家，有愧于大印，告我宗庙小觑万民。护国公府苏氏一门世代忠勇，并无通敌之罪。前番抄家入狱，皆因大司徒高桑、钱万帆等人结党营私，构陷忠良。孤察纳不周，误责忠臣，今昭告天下，还苏家清白。其2，构陷之人。启禀公爷大王，
大司徒高松、钱万坚等逆党已尽数收押天牢，听候发落。其三，唏嘘军务。西睢军务自此由护国公全权总胆。西睢战事由公爷全权统领，粮草军械，渠国之力以应，故不再干涉军令。苏振威，西睢的百姓等不起了。臣可出征，但臣此去非为大王一人，只为西睢3万嗷嗷待哺之生民，为我苏家军埋骨沙场的8000英魂讨还一个公道。故明白。小姐，夫人，我们能出去了。记得吗？上一次，我们苏家满门的尸骨，就是从这扇门里被当成垃圾一样扔出去的。这一世，我们活着，堂堂正正的走出去。爹娘，我们回家，去拿回属于我们的一切。恭迎公爷归来！西军不能没有苏家军！护国公苏睢大义栋梁！夫人，您的簪子。坏了的东西留着何用？人没事就好。婉宁，家没了，我们去哪儿？直接去燕下关吗？不，神都，我们不留了。神都能抄我们一次，就能抄第二次。此地却非安身之所。爹，我们不去西迁大营，我们去这里，落霞渡。落霞渡，那不是早年治下的一处荒地吗？地处商道三不管的地线，鱼龙混杂。正因他三不管，王权才难以插手。他连接西睢与中原，是未来的钱粮命脉。我们要自己的地，自己的粮，自己的人。我苏振威戎马一生，自认看得透军阵战法，却终究看不透这神都的人心。好，这次听你的。公爷、小姐，外面有个宫女求见，说是有要事禀报。你还敢来？说，小姐，尹王后出事了。尹王后意图在天牢对苏家不利，被国主当场识破。如今尹王后已被废黜，圈禁于冷宫，靖王慕容杰也被夺去封号，终身软禁。这是国主让奴婢送来的。哼，恶有恶报。这些是国主让你来复命的吧？奴婢不敢。我与国主在天牢所立的血誓3约，如今他才兑现了第1条。他这诚意未免也太慢了些。小姐，锦书他把消息传给了国主，这等于是背叛。他做得很好。他若不传信，国主怎会知道我的底线？他又怎会这么快就处置了尹王后和慕容杰？从今往后，你不必再做谁的信使了。小姐，要如何处置奴婢？留在母亲身边做长侍。奴婢一定忠心。奴婢此生此世定为小姐效死。记住，你原是尹王后的人，
国主用你不过是权宜，跟着我才是你唯一的活路。我不怕你聪明，只怕你站错边。奴婢记住了。带他下去吧。父亲、母亲，随我来。父亲，您看，荒人部落以为我们呈上的那份伪造的阵法卷轴是生路，会让他们长驱直入。你的意思是，英泽县龙门关张毅副将的人就藏在这里，这不是生路，是死路。我不是要围他们，而是要等他们自己钻进这个口袋。贪功冒进乃兵家大忌，若他们不进呢？他们会的，因为卷轴上标明了我们虚设的粮草大营，那里没有一粒米，只有我苏家最精锐的死士。昭宁，你这一局赌得太大了。父亲，女儿已亲历过家族灭满门无存的结局，那样的输一次就够了。这一次，要么不赢，要么全胜。好，为父信你。从此刻起，西绥战事由你全权决断。传我将令。你说，荒人首领不到，不收网。还有，欲使其亡，必先使其狂。且让他们先尝尝胜利的假象。哈哈哈哈哈！靖王殿下果然没有骗我，这卷轴上的龙脉生门就是此地。苏振威那老匹夫，绝想不到我们会从这里杀出。大汗，此地太过寂静，鸟兽绝迹，恐怕是不祥之兆。哼，是大汗我的狼图腾吓跑了那些凡俗鸟兽。传令下去，全速前进，天黑之前拿下大运的粮草大营。稳住，功夫的规矩忘了。小姐有令，我见着那狼头大旗，谁敢动一下，军法处置。可是卢三哥，他们快过去了。小姐的计策从无错漏。等着。从天牢到这鹰愁涧，不过短短3天。大王慕容易，你和你的尹王后以为让高霜购忘我护国公府，让秦烈找到那份罪证，便能置我苏护下于死地，却不知那一切都在我女儿苏婉宁的算计之中。这一次，我们绝不会再输。卢三，我们中计了！不可能，这里明明是生门，是生路。公爷，予以入网。三面合围，收网。婉宁，好一招请君入瓮。站住！王公禁地，岂容擅闯？800里加急，西推大捷，我要见大王。让他进来。护驾！好！怎么可能？3天前，苏家还全在天牢里。启禀大王，因此见一役，苏家军全歼荒人主力，其巧手已被生擒。赢了，我们赢了！不错，是苏家赢了，是护国公为孤保住了这大印的疆土。传孤王令，孤要亲率百官出城相迎，以最高之礼迎接我大印的英雄归来。护国公威武，苏家军威武！苏家又救了大印一次。护国王立此不世之功，孤心甚慰。今日孤必行重赏。干事已毕，将印归主，臣不敢居功。公爷忠心，孤自然是信的。臣还有一请。说。西堆之地，经此一役，百废待兴，流民失所。臣请命携苏氏族人留驻西堆，与民共建家园，永为大印镇守国门。大王，万万不可！护国公此举名为镇边，实为割据，
异姓不得世袭罔帝，乃大英祖制。今日若允苏家独掌西区3郡军政，他日各家效仿，国将不国。臣并非索取封赏，而是请命。西居残破，荒人虽败，元气未伤，随时会卷土重来。唯有苏家世代扎根西追，熟悉民情地貌，方能以最快速度重建家园，凝聚人心，抵御外患。臣请设西追都护府，统管3郡军政财税，组建都护府军。苏家愿以全族性命，为大殷筑一道永不顺落的西军屏障。苏振威，你交出兵权是为让顾安心，索要西睢是为远离神都这潭浑水，寻一个安身立命的根。好，很好。有你这头猛虎在西边，纵使那些蠢蠢欲动的豺狼，也该安分下来。大司徒所言是为国之根本，孤明白；但护国公所请，亦是为江山永固。苏家满门忠烈，此战更是力挽狂澜。孤若吝于赏赐，岂不令天下英雄寒心？孤在此颁布王令。擢护国公苏振威为西推大都护，总领西推3郡军政事宜，代行征税权。望公爷不负孤望，永镇西推。臣领王令，定不负大王所托。所有医书洋典、农桑公开直书、冶铁器具图纸，还有那几箱细绿的玉土，都优先装车，务必妥善。是，小姐。小姐，这尊珊瑚树真不要了吗？拿去变卖，换成耐旱的黑麦种子和高地青稞，越多越好。换成种子？可是一件摆设悦目一时，一捧种子活人一季，在西园能活下去，才是最大的体面。我明白了，小姐。住了这么多年，真要走了，心里还是空落落的。娘，舍不得。不是舍不得，只是觉得一场大梦终于醒了。这里曾给予苏家荣耀，也差点成了我满门的坟冢。既已挣脱枷锁，也没什么可留恋的。爹娘，神都非我根，西崔是吾乡。西崔是吾乡。小姐，您看，他们看您的眼神就像在看救世的神明。清代，他们信的世上没有神明。可是，不是我，是跟随苏家就能活下去的希望。这希望我们给得起，他们就奉我们为天。有朝一日给不起了，这滔天的洪水也能瞬间把我们吞没。苏家军旧部何在？在！以10为单位，分发工具，卸车建营，先让覆没老少有个安身之所。遵命。良药。老王，看这成色，可还使得？是的，是的，是好种子，有救了，我们有救了。公爷、夫人、小姐，西雷3郡的郡守都派人送来了名册和土地图，归附我苏家。很好，让账房的人连夜整理入册。是。另外，派人去各郡县传话。小姐，传什么话？传告西区诸地，我苏家此来不为榨取民脂，只为与民生路。西陲的百姓有救了，老奴这就去办。公爷。张毅，末将在。以后别总叫公爷了。这里不是神都。
那叫什么？叫主帅吧。是，主帅。小姐，张毅不必多礼。鹰泽千一战，若非小姐那份伪造的阵法卷轴，我们苏家军绝赢不了这么彻底。胜仗是靠将士们用命拼回来的。不，是小姐给了我们拼命也能赢的底气和方向。小姐，荒人部落经此一劫，10年内不敢再犯。我们总算是在西晕站稳了脚跟。张毅，打退荒人部落只是开始，真正的仗才刚刚打响。小姐的意思是，神都那边还会有动作？我们的敌人不是神都，也不是荒人部落，是这片地。地？对，守住一处地方难，让数万追随我们的百姓在这里活下去更难。人安顿下来，没有干净的水，没有能长出庄稼的田，没有果腹的粮食，人心迟早会散。那小姐打算如何做？我有5策，要在这西区之地立下苏家万世之基。第一，引水以盐，改良土壤；第二，勘探水源，修建坎井；第三，兴建仓谷，防患未然；第四，开办公学，教化子民；第五，重整卫所，募兵屯田。小姐，这每一件都是耗时耗力的浩大工程，恐怕非3、5年不能初见成效。那就3年，3年不够，就5年。前世在天牢，我便是这样，眼睁睁看着生命流逝，最后咽气时，嘴里满是沙土的腥味。这一世，我苏婉宁对天起誓，要让这西滨的每一寸沙地都长出庄稼，要让我们的百姓再也不必以土充饥。属下愿为小姐赴汤蹈火，万死不辞。小姐您看，当初人人都说拿良田换这片废地是疯了，现在这石头地里真的长出了金子。清代，你看，石头里也能开出活命的花。小姐的誓言实现了，再也不必以土充饥了。拿好了，这是你们的开蒙书，要好好珍惜。谢夫人。小姐，如今西郡安定富庶，好几位邻近的藩侯都派人来旁敲侧击的想与咱们苏家联姻呢。等西郡再安稳些，小姐也该考虑自己的事了。我的风花雪月是看着鹰凿干的水渠能润几亩田，是盘算着落霞渡的船能运多少粮，是想着如何让守在烟霞关的兄弟们冬天能多穿一件棉衣。清代，这些就是我的终身大事。主帅，小姐，荒人部落几大部族的首领联名派来使者，就在关外10里，请求休战和谈。哈哈，他们终于撑不住了。主帅，小姐，这次定要他们大出血，岁贡的黄金、蒙玉、皮货一样都不能少。对，至少要他们每年纳贡10万斤，再献上牛羊万头，以偿还他们历年犯下的血债。不行。赵宁，你的意思是？黄金美玉，我分文不取，牛羊也要用他们的方式来换。小姐，这是为何？我们血战得来的胜利，难道就这么算了？当然不算。所以，我的条件是：第一，割让黑风口绿洲；第二，交出他们独有的火运部织造技术；第三，送来1000头高原牦牛以及1万石耐旱黑麦的种源作为交换。我们可以在落霞渡开设集市，允许他们用皮毛换取食盐和铁器。小姐，那片绿洲盐碱化严重，根本种不了粮，火树布更是奇迹药须，这些东西哪有金子来的实在？金子能吃吗？能穿吗？黑风口有我们需要的水源，足以改良周边万亩盐碱地。火渗部的技术能让我们西晕的将士人手一件不惧火箭的内甲，而牛羊和种子更是能让我们西晕的百姓世世代代不再挨饿。诸位要记住，
刀剑只能换来一时的慰抚，而满仓的粮食才能换来长久的归心。哈哈哈哈哈哈！好，说得好。从今天起，这西睢你说了算。主帅，那这西睢今后究竟听谁的号令？谁能让西睢人人有衣穿有饭吃，谁就说了算。我等愿听小姐号令。小姐，夜深路重，当心着凉。这块不祥之物，您怎么还留着它？如今大局已定，也该扔了。不扔，为何？为了提醒我，别忘了天牢的墙有多冰，地有多冷。前世我死于天牢的阴冷与绝望，这一世我要让我爱的人和爱我的人都活在这人间的暖阳与炊烟里。小姐，您做到了。那些曾经高高在上视我们为蝼蚁的人，都得到了应有的报应。我们大获全胜了。清代，这不是一场仗，谈不上胜负。我们只是从深渊里爬了出来，终于能喘口气了。